金厨营卫，厨房空间虽说面积不大，但却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。毕竟老百姓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，但是对于装修小白来说，因为缺乏经验，就没有几个能把厨房装好的，往往是钱没少花，但最终效果却差强人意，要么难看，要么难用，总之踩坑的不在少数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装修经验以及生活中的实际体验，给大家分享厨房装修的8不装避坑经验，认真看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1. 不装不到顶的橱柜。我家第一套房子装修时就踩坑了，我以为所有橱柜都是默认到顶的，所以设计图也没有注意看，结果安装完柜子与吊顶之间还有很大缝隙，入住后是越看越不顺眼。我想说，橱柜不到顶是难看又难用，首先视觉上就不太美观，而且顶部这个空隙除了藏灰落油污啥用也没有，关键是顶部也不好打扫，就算你是勤快人，隔3差5就去擦，也得借助工具拿梯子登高。所以建议橱柜务必做到顶，颜值高效果好看，同时也省去了打扫卫生的麻烦。预算高，建议直接做柜门加长，想省钱加一条顶封板即可。2. 不装肤感膜柜门。很多年轻人装修厨房时更看重颜值，所以很容易被质感遗留，光滑细腻的肤感膜柜门种草。然而这几年大火的肤感膜柜门好看却不好用，它自身致命缺陷就是极其不耐脏，一按一个手印还有各种油污和水渍，根本擦不掉，所以被网友吐槽简直是指纹收集器。网上如何清洗肤感膜柜门的帖子也是铺天盖地。小东建议，柜门想要省心，性价比最高的还属双饰面，抗噪易打理，价格也便宜。当然，喜欢有质感的，建议做高光柜门，颜值也不输肤感膜，唯一的缺点是怕划痕。3. 不装小双水槽。在厨房，水槽的使用频率一定是排在第一位，所以它也直接影响着家居的幸福感。其实对于选单槽还是双槽一直争议不断，但不可否认，最不实用的就是小双槽。别看它可以一边洗菜一边洗碗，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洗锅，因为内部尺寸小，导致稍微大点的炒勺或锅具根本摆不下，用起来就是溅得身上和台面到处是水，糟心不说，还得花时间去收拾。建议装大单槽，无论是洗锅洗碗还是洗菜都方便，而且大单槽加个沥水篮就能切换成双槽，但是双槽你无论如何也变不了单槽。4. 不装水槽台上盆。以前工艺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，传统的台上盆安装方式已经存在很多年了。台上盆其实最大优势就是安装简单，稳定性强，但后期的使用弊端也比较明显。所谓的台上盆其实就是直接把水槽扣在台面上，接触位置打上玻璃胶，这就导致这个缝隙处长时间水泡容易发霉变黑，不好清洁也就算了，关键是还会藏污纳垢滋生细菌。另外，水槽边缘高于台面，清洁台面卫生也比较麻烦。随着技术的升级和改良，现在水槽安装还可以选择台中或台下盆。台中盆是与台面齐平，美观且好清洁，但这种做法对安装手艺要求高，做不好会有边缘不齐、缝隙大的问题，所以建议选择安装台下盆，水槽边缘隐藏于台面下方，美观度更高，且不会藏污纳垢。5. 不装岩板台面。岩板材质有它天然的优势，比如耐磨、抗划痕、不渗水渍和油污，而且质感好，颜值高，但它致命缺陷就是太脆了，所以特别不适合用于台面。很多业主发现，花大价钱买的岩板台面还没等到安装呢就裂了，就是因为它太薄太脆，运输途中受到外力冲击或重力挤压，导致发生出现裂痕的情况。另外，日常使用中难免不磕磕碰碰，岩板一旦出现碰瓷掉角的情况，根本修复不了。小东建议，经过市场的多年验证，最成熟的材质还是非10英石莫属，无论是硬度还是耐磨度都没话说。另外，像密度在93%以上的10英石，也根本不用担心渗色问题。6. 不装 L 型直角挡水条。厨房台面的挡水条也是卫生清洁的重灾区，其中 L 型的直边挡水条都是商家默认的标准，但这种做法与台上盆的缺点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台面与挡水条之间的缝隙就是妥妥的卫生死角，藏污纳垢，不好清洁，而且打胶的地方受潮后势必还会发霉变黑，滋生细菌。小东建议，想要台面整洁大气且没有卫生死角，建议直接取消挡水条，
但这种做法对施工难度要求高，墙面与台面不能有缝隙，所以建议加钱做成弧形一体挡水条，不仅是美观好看，关键是少了卫生死角。7. 不装石膏板吊顶，除非做开放式厨房，不经常开火做饭的家庭，否则别跟风装石膏板吊顶。不否认，石膏板吊顶确实整体性更强，颜值大气美观，但厨房这种重油污的区域，用石膏板做吊顶，缺点也显而易见。首先，石膏板材质不耐潮，遇水汽腐蚀，容易发霉开裂，而且一旦受潮，基本修复不了，只能拆除重装。其次，虽说现在也有防水石膏板，但防不住油污，做饭时油烟很重，时间一长必然会发黄变色。另外，石膏板吊顶成本不低不说，真有问题还没办法拆卸。小东建议厨房装铝扣板吊顶，显然优势更为明显，比如防潮防水，不易变形，而且即使有油渍和污渍，用湿抹布也能轻松打理。关键是拆除更换都省事，也方便后期的维护和检修。8. 不装网红小白砖，这些年随着原木风、奶油风的流行，也带动了一些网红产品的盛行，其中要说卖的最火的就是网红小白砖了，颜值出众，自带高级感，很受年轻人的青睐。但说实话，越流行的东西淘汰越快，而且这种小白砖也不完全是优点，虽说单看1、2片效果还挺好，但大面积上墙后就显得很扎眼了，看久了还会有种视觉疲劳感。另外，这种小白砖缝隙太多，导致美缝不好做，现实中翻车的也不在少数，影响美观是一方面，关键是缝隙积灰是真头疼，后期打扫起来也是个大工程量。小东建议厨房装修，从实用性以及易清洁的角度，还是建议选择300×600或者400×800这种长方形规格，尺寸大，缝隙少，视觉上大气美观，清洁卫生也省心。总结一下，装修厨房与客厅不同，相比于颜值，实用性应该放在第一位，所以在装修这个区域时，也务必要以实用、易清洁为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和家人在厨房这片小天地里越用越舒心。都说金厨银卫，想要提升家居幸福感，厨房才是应该花重金打造的地方。在我看来，厨房在设计上不仅要美观实用，同时还要考虑到便利性以及易清洁的特点。但是很多人因为缺少经验，在装修时未必会考虑得很周全，往往只有等到入住后才会发现哪些设计实用，哪些设计华而不实。本期小东结合亲身体验以及网友们的真实案例，给大家分享8个真正好用的厨房设计，缺一个都会觉得不够完美。1. 双饰面柜门。对于橱柜柜门，有人说肤感膜好看，有人说高光门好用，但真正体验过才知道，好看既好用的反而是价格最便宜的双饰面柜门。别看肤感膜柜门沉稳大气，但极易留下手印，遇到油渍更是超级难打理。再说高光柜门，虽说清洁不是问题，但表面一留划痕，在光照下会显廉价。对比之下，还是双饰面柜门优势明显，耐造抗刮，光照不褪色，价格还实惠。2. 厨房台面高低台。听劝，厨房台面有条件的都去做这种高低台，这个设计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它究竟有多实用。水槽洗菜区做90公分高度，灶台炒菜区做80公分高度，这样的台面高度设计，以后洗碗时不累腰，做饭时胳膊不酸，真的不要太舒服。3. 台面无挡水条设计。厨房台面做挡水条的意义，实际上就是为了遮丑，但你要知道，厨房空间是个重油污的区域，所以不管做任何设计，都要为清洁做减法。就比如厨房台面做无挡水条设计，不单单是为了美观，关键是胶缝2变1，后期的清洁工作瞬间减半。4. 厨房大单水槽。对于厨房洗菜盆是装单槽好还是双槽好，一直争议不断。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卫生，也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。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，就是大尺寸的双槽一定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空间，所以在我看来，还是单槽是最佳选择，起码不会出现双槽洗不下锅、水倒出现的情况。另外，再搭配个沥水篮，同样能兼顾一边洗菜一边洗碗的功能。5. 吊柜下方加装补光灯。这个小设计，很多人在装修前期都很容易忽略。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，无论厨房的顶灯有多亮，只要人往灶台前一站，切菜和备菜区必然是黑乎乎的一片。想要家人有更好的下厨体验和光线，就要记得在装修橱柜前期，在吊柜下方加装感应灯带，不仅可以增加橱柜的氛围感，
还能弥补缺失的灯光。6. 隐藏式柜门拉手。橱柜明装拉手不仅会拉低整体颜值，而且经过橱柜时还容易刮碰，特别是装在抽屉等分层较多的地方，会显得笨重，还占空间，不好清洁。因此，很多人都选择隐形拉手设计。但要避雷的是，不做 U 型型材隐形拉手，开关柜门容易把手割伤，很鸡肋。建议做那种柜门一体式的隐形拉手。7. 地柜留一个开放格。强烈建议在装修橱柜的前期，在台面下方留一个开放格空间，用来放小推车的地方。厨房小推车谁用谁知道，它的好，用来放一些不需要冷藏的常温食品，比如洋葱、土豆，还有调料用品等等。做饭时打开柜门，把小推车拉到身边，拿取物品超级方便。平时一关柜门还什么都看不见，一点不影响美观。8. 燃气热水器做隐藏。现在基本上家里只要开通燃气，都会选择燃气热水器。毕竟相比于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，出水量更加充足，而且是即开即热的。但想要厨房更加美观，不显凌乱，建议可以把燃气热水器隐藏设计在橱柜中。推荐选择百叶门，兼顾颜值的同时也可以透气，没有安全隐患。当然，如果不是平衡式热水器，担心影响进空气的话，最好把热水器下方的隔板去掉，这样更加安全透气。房子装修是一件既漫长又劳心费力的事情，装修过程中即使你全心投入，但结果也未必让人满意。尤其是对于第一装修的新人来说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毕竟每一个装修细节和决定都会影响日后的居住体验。我这些年前后也装修过3套房子了，可以说非常了解装修过程中的艰辛。这一期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装修建议，希望能帮助大家成功避坑。1. 入户门建议只换锁，不随便换门。对于装修新人来说，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什么材料都要求最好的，结果导致不断的超预算。比如有些人没等装修呢，就想着花大几千先把入户门换掉，其实在我看来完全没必要。首先，开发商自带的入户门一般质量都不差，基本都是符合验收标准的。其次，入户门的防盗效果也不取决于门，而是在于门锁安不安全。与其花大几千换个入户门，还不如花了1800元换个更安全的门锁。另外，如果觉得入户门的颜色不好看，也可以只喷漆改色，换入户门的预算完全可以省下来。2. 客厅建议铺瓷砖，不铺木地板。很多人对木地板情有独钟，会觉得地板既温馨，脚感又好，于是选择地面通铺木地板。实际上，这是最不明智的选择。就长远考虑，木地板的耐造程度远远不及瓷砖，时间一长很容易开裂、翘边、起拱，而且环保性也不如瓷砖。另外，客厅属于公共区域，需要经常走动，还要每天打理，地面铺瓷砖也更加省心。所以建议实在喜欢木地板的，可以选择客厅铺瓷砖，卧室铺地板的最佳方案。3. 墙面建议刷乳胶漆，不用壁纸或硅藻泥。现在对于墙面装修材料选择性很多，很多人会觉得刷乳胶漆过于单调，可能会想着贴壁纸或者做全屋硅藻泥。但这2种材料虽说有一定的装饰效果，但自身的缺陷也很明显。比如壁纸，使用寿命短，用不了2-3年就翘边起皮，而且受潮还容易发霉。硅藻泥虽说环保性高，但只有吸附少量甲醛的能力，并不能去除甲醛，而且装修效果也一般，凹凸不平的表面积灰很难打理。另外，价格和人工费也比较高，所以综合来看，还是刷乳胶漆最具性价比，成本低，施工简单，后期通过软装和灯光搭配，装修效果一点不受影响。4. 层高低于 2.7 米，建议做局部吊顶。全屋吊顶并不是装修的必需品，没必要为了吊顶而吊顶，尤其是做那种复杂的吊顶，不仅积灰难打理，而且压缩层高，让室内空间显得很局促，住在也会显压抑。所以建议层高不足 2.7 米的不要去做吊顶。如果有电器设备需要做隐藏，可以选择做局部吊顶，既满足了需求，又不会压缩层高。另外，即使不吊顶，也可以做单层或双层石膏线，来增加棚面的装饰效果。5. 小户型建议选直排沙发，不选 L 型组合沙发。客厅摆放 L 型沙发，虽然更加稳重显大气，但并不适合小户型。客厅太小的话，选择这种组合沙发的话，会让空间显得特别拥挤，而且还影响行走的动线。实际上，小户型更适合选择3人位的直排沙发，视觉上既宽敞又不影响空间动线。
另外，款式尽量避免选落地式，又笨重又违和，建议选择高腿细脚款式，既轻盈又方便打理卫生。6. 厨卫建议装铝扣板吊顶，不用石膏板吊顶。厨卫用石膏板做吊顶，优点在于整体性好，看上去更加美观。但实际上，石膏板吊顶用久了，避免不了泛黄、受潮生霉这些问题，而且一旦产生漏水现象，拆装维修也是个大麻烦。所以从长久来看，不如选择普通的铝扣板，经济实惠，方便打理，而且后期还好维修。如果实在想追求颜值和效果，建议可以选择蜂窝大板吊顶。7. 封阳台建议用断桥铝，不用塑钢窗。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自家的阳台封起来，毕竟多个一个可以改造的空间，而且也不用担心风雨季节阳台积灰积水。对于封阳台的材料，建议不要用塑钢窗。虽然预算成本可能会少花一点，但强度不如铝材，常年的风吹日晒，用不了3-5年就会老化变形，而且隔音差，保温差，所以建议一步到位选择断桥铝窗，更加经久耐用，而且保温隔热和隔音方面都要优于普通的塑钢窗。8. 卫生间建议装金属门，不装木门。很多人会因为卫生间装木门档次高，而且也能和室内门做统一，但是需要提醒你的是，卫生间水气重，把木门装在卫生间，长时间受潮气侵蚀，必然会开裂起皮，后期很难修复。所以建议卫生间还是用金属门，实用性更好。目前流行的泰美合金门搭配长虹玻璃，颜值和装修效果一点不比木门差，而且还不涉及到环保问题。最关键的是，金属门不怕潮气侵蚀。9. 卧室建议装吸顶灯，不装网红吊灯。不得不承认，现在的网红吊灯确实款式新颖，造型更加好看，对新人来说诱惑不小。但是家里安装灯具的作用是照明，装饰性在于其次。那些网红羽毛灯、分子灯、水晶吊灯，虽然装饰效果好，但弊端太容易积灰，没用几个月呢就灰蒙蒙的，不清洁的话影响照明和美观性，清洁起来又费劲，所以真心不如简约大气的吸顶灯实用。10. 对装修完全不懂，建议找装修公司。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装修会省钱，其实对于装修完全不懂的新人来说，真的不要盲目的选择自装。首先，自己装修意味着所有材料都需要自己买，所有工种都要自己去对接。如果你对装修不了解，买装修材料会被坑，装修工人看你不懂，干活也是能糊弄就糊弄，怎么施工方便怎么来，根本不会为你考虑。到头来很容易出现钱没少花，装修质量还不行的情况，而且后期出现问题也是很难找到人。所以对装修不懂，建议还是找一家更专业的装修公司，虽说多花点钱，但起码省心省力，而且装修质量有保障。木地板作为装修中的主要主材之一，具有诸多的优势，比如温馨、时尚、档次高且脚感舒适等。但是不可否认，近些年的家庭装修中，越来越少人去选择通铺地板了。即使是在一年四季温差明显的北方，很多朋友也只是选择在卧室铺木地板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曾经红极一时的木地板，为何现在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呢？本期根据本人10年地板销售经验和真实网友反馈，和大家聊聊地板的优势和弊端。相信看完这些缺点，你就不意外了。先来说说木地板对比瓷砖的优势。第一点，温馨舒适且安全性高。木地板源于天然的木材制作而成，从视觉上看，纯天然的木材纹理自然灵动，装饰在家里给人带来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。尤其是木类地板更显高档，而瓷砖大都是人工仿造石材纹理制作而成，天然大理石贵且易碎，花纹重复率高，显着呆板不灵动。从舒适度上讲，木制品更温润养人，即使是在北方，冬天暖气没来的时候，踩在脚下也不凉，舒适性更高。而瓷砖属于人造石材，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，脚感偏硬且凉，舒适性不如地板。从安全性上看，木地板相对比瓷砖而言更软，有一定缓冲能力，且防滑性更好，即使不小心磕在地面上，也比磕在瓷砖上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，更适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使用。像咱家隔壁的阿姨，装了3套房子了，全是通铺的木地板，一是因为腿脚不好受不得凉，二是也要经常带小外孙，爬爬跳跳的地板比瓷砖也要安全不少。第二点，针对北方特有的地热环境，地板更方便维修。现在的木地板大多数都是锁扣式连接，无需打胶安装，方便拆装。
如果家里一旦发生地热管道漏水现象，可以把地板拆开，维修好地面再铺装回去，花个安装师傅的起铺费即可。而瓷砖是贴着水泥粘死在地面上的，如果维修底下的地热管道，就需要刨开瓷砖进行维修。瓷砖毁坏后不能二次利用，需要重新购买，再找瓦工师傅铺贴，费用更高，且瓷砖批次不同，颜色也不一样，会跟原先家里的瓷砖形成色差，影响美观。给大家讲个我身边近期发生的事，姐姐家新房入住没多久，就被楼下邻居找上门来了，原因是把人家顶棚给泡了。后来找到原因是地热管被回填的砂石落出一个小窟窿，水一点一点就渗到楼下，给人家顶棚泡坏了。由于铺的是瓷砖，刨开维修好地面之后，瓷砖就毁坏了，就又买了一块。虽然是一个品牌同样型号的砖，但批次号不一样，那一块砖跟其他就有色差，影响整体美观度。我们再来谈谈木地板，为何现在装修中越来越少人选择它的原因，以及躲不掉的弊端。一、因环境变化，易变形、易开裂。木制品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随着季节环境的变化，发生湿胀干缩的现象，地板受潮会发生鼓包起皮的现象。反之，特别干燥的地热环境也容易产生地板开缝开裂的情况，售后问题多，情况严重的话还不好修复。相对比之下，瓷砖是粘在地面上的，不会变形，而且瓷砖不怕水，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发生，基本没有售后问题。二、对铺装地板的地面要求高。铺装地板之前，地面是一定要找平的，其中做自流平效果最佳，但费用也高。根据地区不同，费用大约在25至35元每平方米左右，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地板的造价。但是如果地面不平的话，地板铺装后会出现踩着忽悠有响声的情况，长此以往会影响地板使用寿命。而瓷砖不需要特殊找平地面，只需找到手艺好的瓦工师傅正常铺贴就可以。三、环保问题，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。众所周知，除去纯实木地板、多层实木地板、3层实木地板和强化复合地板，在加工的时候都是需要用到胶水粘合的，而胶水里都是有甲醛的，甲醛对人体是有伤害的，所以这就要考验选地板人的细心程度了。因为一旦图便宜，买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、小孩以及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，更要严谨。而瓷砖没有甲醛，所以就没有此类问题需要担心。这也是一些家庭不考虑用木地板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四、木地板后期维修维护成本高。说到维修成本高，是在于地板出问题的概率高。打个比方，家里如果发生跑水现象，地板大面积泡水，就会出现起皮变形的情况，不能恢复正常使用了，就需要重新更换新地板。而且实木类地板因表面都是真正的实木表板，为了使它长久使用、历久弥新，所以是需要定期保养、打蜡或精油的。相比较而言，瓷砖只需要做好日常卫生就可以，不需要定期保养。综上所述，也能对比出来为什么当下装修中木地板的使用占比越来越少，反观瓷砖的使用面积越来越多，这些就是主要原因。而且现在铺地暖的家庭也越来越多，相比之下，地面铺装瓷砖也更省心。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你在装修是用地板还是瓷砖？新房装修阳台到底要不要封？想必这样的纠结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，也一直是家居行业比较有争议的话题。有的人会说必须封啊，不封会漏风漏雨，还很难打理卫生。然而也有的人会说，我就不封阳台，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，沐浴着四季的阳光，封了还叫什么阳台？正巧我家现在也面临着封不封阳台的选择，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，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封阳台和不封阳台的好处和弊端，也希望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困惑。封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？关于这几点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，所以会重点讲下。一、安全性高，且有保温隔音作用。首先，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，就是安全性，尤其是高层有孩子的家庭，就算有防护栏，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，孩子的安全无小事。封完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，且保暖性极强，这是肯定的。在北方的冬天温度格外的低，封完不仅能增加保暖性、安全性，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。离马路近的伙伴们是最佳的选择，就不用担心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。二、卫生好打理，封完的阳台还很好打理，
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，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、地板，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，省时又省力。而且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，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，否则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。封完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。3、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，扩大了使用面积。适配装修风格也多，看起来整体规整，美观大方。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。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、品茶、瑜伽等，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，放洗衣机、晾衣架，一侧打上储物柜，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，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。在当下特殊时期，居家休息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，特别的安逸，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。那么封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？1、影响采光和通风，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，阳光不能直接照射，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，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，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。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可能还会觉得压抑，因此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，但是新风系统的风量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，所以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，效果不佳，根本就是智商税。2、阻隔视野，封完阳台一定会阻挡观赏性，看窗外的景色不会那么直观，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，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。3、增加装修成本，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，也就意味着大，那么封起来的成本会高，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一般价格也是不等，就算普通的断桥窗，差不多也要大几万，看你选的材质、材料决定最终价格。不封阳台的优点：1、适合老年人养花种草，因为我家有老人，会很喜欢外阳台，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，随意搭配，依靠自然环境生长，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。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，独立的阳台空间可以在闲暇时间打发一下城市的喧嚣。围巾难能可贵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这样边看花边看世界，寂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绿色成果，这样的生活想必是惬意的，令人羡慕的吧。总结一下，在我看来，不封阳台的缺点还是蛮多的，总之是弊大于利。首先就是安全有隐患，保暖性差，噪音大，灰尘大。其次，高层风也会很大。还有一点就是蚊虫和飞蛾会趁虚而入。另外，阳台还要选用耐腐蚀的材料，否则腐烂的就是想翻新也会很麻烦。所以就我个人而言，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。封阳台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：1、先来说下选用什么样的材料，这也关乎到使用年限和生活的舒适度。现在阳台装修用到的材料基本就是断桥窗、系统窗、塑钢窗3种主流形式。断桥窗优点有很多，由于断桥窗框架结构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，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降噪效果，比较合适北方，屋内屋外室外温差大，而断桥窗凭借良好隔热性能，防止窗户出现湿气。我认为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性价比比较高的。系统窗其实和断桥窗有很多相似点，隔音降噪、隔热采光效果都很好，区别在于由于制作工艺、五金用料、研发设计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强，稳定性更好，并且由于零件都是固定好的，系统窗安装也会稍加容易些。而且系统窗安装后都会考虑窗户等压，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平衡室内外压力作用，水密性、气密性更加具有优势。当然，系统窗比普通的断桥窗价格也要贵很多，比较适合大宅或别墅的住户。塑钢窗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，凭借价格经济实惠、良好的性能占据了市场很多年，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，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就不如断桥窗，且使用寿命短，用久了会出现变形、变脆的情况，比如适合预算较低或是临时性过渡住房的朋友选择。2、再来说一下窗户的玻璃选哪种形式。现在市场主流的基本都是钢化玻璃，和普通玻璃相比强度更高，且热稳定性更好，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，碎了一般也不会伤到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选择钢化玻璃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。至于玻璃组成样式，具体选择双层中空还是3层中空玻璃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。像普通住宅选择双层中空的就可以了，它的隔音、隔热、采光效果就很好了。但是如果临街或者周围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，建议最少还是选择3层中空的夹胶玻璃，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。3、最后就是安装环节。
3分材料7分安装，这一点也尤为重要。首先，安装前要认真测量，预留好足够空间。其次，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墙体框架结构，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、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。另外，安装时用到的密封条、玻璃胶、密封胶等材料也要慎重选择，尽量选择大品牌的，千万别贪图便宜，用劣质材料，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年限以及密封效果。说在最后，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，其实要不要封阳台，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，同时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。比如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，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，那么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、保暖性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。随着季节更替，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。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。